红发海贼团干部曝光，索隆与双月牛马无关。大家好，我是朱爱本。海贼王漫画单行本101卷，12月3日正式发售。从99卷到101卷的3大封面，终于拼成了这张大画卷。草帽一伙与2位四皇史诗级同框，看来大妈和凯多才是未来海贼王的双翼。101卷的封面内页也有熊猫人小彩蛋，左上角的熊猫头飞龙以及弗兰奇的帽子。当然，这期视频的重点还是本期粉丝问答专栏 SBS 中尾田透露的新情报。先来看第一页，惯例是沙雕读者互动和尾田的开车时间。有询问能不能给海贼王粉丝里的主妇群体建立一个俱乐部，还有梦想被罗宾掰断的粉丝。真是太有趣了，希望他早日梦想成真。第二页和第一页差不多，也是一些粉丝互动和海贼王人偶剧的宣传。尾田还推荐了一个油管频道，我们直接跳过。来看第3页，第一个问题，镜平时是怎么吃东西的呢？尾田朝着镜丢出了个丸子，镜的嘴巴突然变成了翼龙的尖嘴，然后把食物吞下去了。虽然问题很无厘头，但看起来镜的面具确实是密封的。再联系到露纳里亚族可以在任何环境下生存，难道他们也可以长时间不进食，就像绿牛那样？第二个问题，网络上有许多海贼王考据分析的博主，尾田会看这些内容吗？好家伙，其实不管在哪个国家，都有许多海贼王的粉丝，自然也有很多喜欢分析剧情的小伙伴。尾田大方承认了自己也看过类似的内容，甚至还有不少人猜到了剧情的发展，所以为了避免受到影响，尾田会克制自己不去看那些分析。他还提到一个点，海贼王是面向大部分普通读者的漫画，所以他需要保证正片中描述的剧情足够好理解，而不需要太烧脑，让我想起了上周刚更新的1033话索隆与根三郎的回忆篇。其实早在96卷 SBS 里，尾田就简单概括了一次，但他还是在正片中完整描绘出了索隆联想和思考的过程，确保那些没有看过 SBS 的小伙伴也能理解。扯远了，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。100卷的 SBS 里有凯多武器的名字和拟人化，大和的武器有没有名字和拟人化呢？又到了尾田的才艺环节。大和武器的名字叫做阿健，拟人化就是个糟老头子。还是来看第4页，开篇就是一个劲爆问题。红发海贼团除了拉基路、本贝克曼、耶稣布和洛克斯达以外，其他人叫什么名字呢？尾田一口气列出了个清单，在顶上战争中登场的人就是目前的干部，也都认识路飞。第一排分别是我们熟悉的船长香克斯、副船长本贝克曼、鸡腿哥拉基路以及乌索普的亲爹耶稣布。第二排就是顶上战争中出现的干部兰姆琼斯，谐音青灵芝，背上跟着一只猩猩的本科兵制，猩猩也有名字叫猛士达，不知道和乔巴比起来谁的赏金更高。接着就是脖子上有龙形刺青的本迪克斯内克，在他旁边的是长得有点像巴雷特的德哥，以及长得像一只狮子的怒吼嘎布。最右侧的是加入红团不久的新人洛克斯达，给白胡子送信被屌了一顿的倒霉鬼，他并不是干部。可惜尾田这次只公布了名字，没有顺便公布他们的职位和能力，大概是还没有想好吧。明年剧场版将会出现红发，接下来的最终章也会与红发有关，红团正式登场的日子应该不会太久了。这页末尾还有个离谱的问题，如果基拉吃下史迈尔果实没有失败，而是成功了会怎么样？好家伙，尾田画出了基拉中大奖的样子，身体变成了大象，脑袋长在了象鼻的位置，在大象两边分别长出了2只手，用来挥舞镰刀。一个字，绝。来看第5页，大部分是读者互动问题，有关于论题说话的句尾词，也有粉丝抱怨黑色玛利亚的招式名字太土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黑色玛利亚的大部分招式名称都带有玛利亚一词，还真是有点接地气。来看第6页，好家伙，这一整页都是字谜。草帽一伙拿着牌子，分别写着一个字，但因为顺序打乱，需要猜出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。没有日文基础的小伙伴应该会比较苦恼。提示1，这些人一起冒险过的是哪个国家？提示2，按照单行本漫画出现过的某个顺序重新排列，就能找到答案。谜底其实就是阿拉巴斯坦篇末尾，草帽一伙举起 X 符号的名场面，最后组成的句子为永远是伙伴。来看第7页，经典问题来了，粉丝请尾田画出弗兰奇40岁和60岁的样子，照例会有2个版本，不过因为弗兰奇已经36岁了，所以尾田改画出50岁和70岁的样子。正常50岁，好冷啊，给岛上安排供暖设施吧。似乎来到了某个东岛。正常70岁，自行车已经修好了，不过安上了大炮，不愧是武器狂魔，不忘初心。然后是发生了什么的未来？变异50岁，把世界上所有的船全部破坏掉吧。好家伙，变成终结者了。变异70岁，老夫是战舰弗兰爷。弗兰奇最终把自己变成了一艘船，一艘船。一个字，绝。在这页的末尾是粉丝的愤怒投诉，为什么在1021话里巨大化的罗宾胸部会有奇怪的纹理？粉丝表示这是他第2次这么生气了。尾田猜测第1次是黑色玛利亚常常裹胸部的事，好家伙，还挺有自知之明。当然尾田的回答也只能是画胡烂了，毕竟海贼王是一部少年漫，不可能画出太出格的东西，大家就不要有奇怪的期待了。来看第8页，终于有一个好问题，1024话中那位自称某人的武士是不是索隆的父亲？似乎尾田收到了许多类似提问，看来大家都很关心索隆的身世。尾田也大方补上了设定，那位自称某的武士就和我们之前猜测的一样，就是林后大名罗马的子孙双月牛丸。
另外2名武士，比较胖的那位是西美大名风月玉洁，比较瘦的那位是兔腕大名羽月天妇罗。双月、风月、羽月都是侍奉光月家的望族，玉田死后各相奋起讨伐大蛇，却被百兽海贼团击败，3位大名也被抓到了鬼之岛。尾田原本打算安排鬼丸在偷秋水时见到索隆外貌震惊的场景，因为索隆和年轻时的牛丸一模一样。但尾田考虑到这样可能会让剧情变得复杂，最后还是去掉了这段剧情。但他明确表示，双月牛丸并不是索隆的父亲，并且这3位大名的名字后续也不会在漫画中出现，意味着他们的故事已经告一段落。但尾田又表示还没有想好要不要交代双月牛丸的血统，暂时先做个保留。所以索隆和双月家依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就看以后的剧情有没有可能提到了。本期 SBS 最后一个问题来自老色批真田君，他用奇怪的方法计算出了白星某个部位的大小，就让我们无视他吧。以上就是海贼王漫画101卷单行本的主要内容啦。这一次的 SBS 专栏干货不多，亮点还是红发海贼团的干部亮相以及索隆的身世之谜，刚好是近期比较热门的话题。不过随着海贼王的故事进入尾声，能剧透的设定看起来也越来越少了。尾田也是表现得十分克制，并没有透露太多。继续期待下次的 SBS 专栏吧。我是朱爱本，下期见。